这是美国仿照巴黎凡尔赛宫修建的最大花园。这排豪车都是定做的，尺寸都要比市面上的大一些。这个卫生间的设施今天虽然看上去不是最高档，可是当年美国只有不到1%的家庭室内接通了上下水。这些是庄园的供电、供暖和热水设备。这是制冰机，而喝的水是从佛罗里达定期运来，然后在庄园自制成自家的矿泉水。地下室是娱乐地方，这是模拟骑马的机器，标准保龄球道、台球室。一位网友参观后问自己，要是有人送我这么一个园子，我应该如何利用，如何打发日子呢？揣摩一下当时主人的感觉和心境，生活在这样豪华美丽的地方，是幸福知足还是空虚无聊呢？那我们来聊聊庄园主人的人生吧。内莫尔庄园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，离费城很近，占地300英亩。庄园的主人阿尔弗雷德·杜邦是杜邦家族来到美国后的第5代传人。13岁时，有精神病史的母亲因病发作去世，1个月后，父亲也因肺结核去世。去世前，父亲对他说：“你一定要多读书，有一天家族的生意需要你。”就这样，阿尔弗雷德兄妹成了孤儿，由亲戚带养。散养的小阿尔弗雷德很喜欢和火药厂的孩子们一起玩耍，即使后来成了大老板，也喜欢和工人打成一片。1884年，在上完寄宿学校和麻省理工后，与其他很多家族成员一样，20岁的阿尔弗雷德从火药厂的学徒做起，干着和普通工人没有区别的工作，每天都是一脸黑炭粉。不过，他对火药制作的技术越来越精通，还注册了200多项专利技术。25岁时，阿尔弗雷德成为公司合伙人，负责一个工区。1886年，阿尔弗雷德和一位堂兄都同时爱上了堂妹贝西·加德勒。阿尔弗雷德最终迎娶了贝西，并有了4个孩子，而那位失意的堂兄每天花天酒地，最后竟选择了自杀的不归路。1902年，第4代杜邦掌门人去世后，董事会很多老人无心再经营公司，有意把公司卖给最大的竞争者。当时竞争对手标出1200万美元的价格，眼看家族100年的产业就要更名改姓了。董事会里最年轻的阿尔弗雷德决定买下公司，其他人看不出阿尔弗雷德有任何经营管理公司的经验，于是给他1周的时间拿出一个方案来。阿尔弗雷德召集家族成员出谋划策，家族中一位精明的商人托马斯·科尔曼·杜邦同意和阿尔弗雷德一起收购公司，但必须他担任总裁。阿尔弗雷德当即表示同意，同时找到家族中另一位有财务经验的皮埃尔·杜邦，一起组成3人团队，这就是杜邦中心3巨头。3人都曾就读麻省理工。当时3人没有资金，托马斯并不担心，他建议用股票代替现金来购买。董事会决定给这些本家子弟一个机会。就这样，杜邦公司创建人伊雷德·杜邦的3个曾孙开始运营公司。接管公司后，经过仔细评估，3人发现公司的实际资产要比购买时的估价高很多。同样用股份做交易，不到半年，新的杜邦公司收购了2家竞争者，成为美国最大的火药制造公司，占据了世界火药市场的半壁江山。阿尔弗雷德负责火药的生产环节，经过他的改革，生产效率和安全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。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，阿尔弗雷德婚姻出现了问题，和贝西结婚后，2人并不幸福。贝西喜欢家族里聚会、沙龙之类的活动，而阿尔弗雷德更喜欢普通老百姓少礼节约束的生活。他喜欢音乐，在社区组织乐队，喜欢户外活动，并因此在打猎时失去一只眼睛。
此外，阿尔弗雷德听力后来也出现问题，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很好沟通。夫妻关系先是紧张，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。离婚后，阿尔弗雷德与子女的关系也开始恶化，并将子女赶出家中。与贝西离婚不久，阿尔弗雷德与同样刚刚结束婚姻的艾里西亚结婚，之前两人也传出很多绯闻。与艾里西亚的婚姻遭到杜邦家族的抵制，这个曾经的家族企业救星成了大家都不愿意交往的孤儿。为了补偿家族对艾里西亚的冷落，1909年，阿尔弗雷德在威尔明顿市郊大兴土木，在他亲自监督下，只用了18个月就完成了内莫尔庄园。建筑风格是路易16时期的样式，设计师曾设计过纽约公共图书馆和弗里克宅邸，也就是如今的弗里克博物馆。取名内莫尔是杜邦家族在故乡法国的小镇名字。内莫尔宅邸共有77个房间，花园占地300余亩，室内装饰和花园布局都仿照凡尔赛宫。参观时，你能留意到房间和院子的每个角落都经过精心布置。完工后，阿尔弗雷德在庄园周围修建了插满玻璃的高墙，并称这墙就是为了不让其他杜邦家族的人进来。与家族的矛盾也影响了阿尔弗雷德在公司的地位。当初接手的3人出现间隙，托马斯因要专心从政，决定卖出自己的股份。1915年，阿尔弗雷德在报纸上看到，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，皮埃尔买下了托马斯的股份，成为最大股东，并担任公司总裁。阿尔弗雷德非常气愤，将股权变动不合规的事情诉诸法律。于是，美国法治史上第一次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家庭内部诉讼，杜邦告杜邦。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，不过高院没有受理。而皮埃尔控制的董事会干脆投票取消了阿尔弗雷德董事资格，也不让他再担任国药公司的任何职务。官司的审理也非常复杂，虽然地方法院认定皮埃尔有不诚实的行为，但重新投票分配股权中，阿尔弗雷德也没有获胜。1920年，内莫尔庄园里的阿尔弗雷德人生到了最低点。退出杜邦后，他投资的进出口业务非常失败，财务上几乎快破产。这时家里又遭横祸，第二任妻子艾里西亚突然去世，57岁的阿尔弗雷德郁闷到了极点。在阿尔弗雷德灰暗的日子里，一直仰慕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儿杰西从加州赶到内莫尔庄园来安慰他。杰西比阿尔弗雷德小20岁，两人于1921年结婚。婚后，内莫尔庄园开始多了笑声，尤其是他们将一些晚辈接到庄园一起生活，也改善了阿尔弗雷德与孩子们的疏远关系。杰西的弟弟爱德华从此也开始和阿尔弗雷德一起做生意，他们多次到佛罗里达度假，开始投资房地产。1925年，皮埃尔做了特拉华州的税务专员，双方的不和一直没有解决。阿尔弗雷德和杰西于是移居佛罗里达，开始在那里做一些小规模的房地产生意，后来投资银行，并开设了多家分行。大萧条时期，阿尔弗雷德将自己的1500万美元存入银行应付挤兑，保住了银行，此后继续投资地产、铁路等业务，重新回到千万富翁的队伍。与此同时，皮埃尔也带领杜邦公司从火药制造转型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，并投资入股通用汽车。他在宾州长木花园也是对外开放的杜邦家族重要景点。1935年，阿尔弗雷德因心脏病去世，享年70岁。他的遗产价值超过5600万美元，扣除3000万美元遗产税后，除一小部分留给家人亲戚，大部分作为内莫尔信托基金用于慈善。阿尔弗雷德去世后，杰西回到庄园，完成阿尔弗雷德生前的一些愿望，而爱德华继续经营产业。2022年，内莫尔基金的资产总额达276亿美元，主要用于改善儿童健康。内莫尔基金资助的一个项目就是庄园旁边的内莫尔儿童医院。这座内莫尔基金投资2亿美元的医院于2014年向患者开放。大楼外观现代感十足，里面充满童趣，诊断治疗的房间宽大，医疗设备先进。医院提供30多个学科的医疗服务，每年接待5万儿童的急诊，25万儿童患者的门诊和12000患者的住院治疗，多年来一直被评为美国最佳儿童医院。
阿尔弗雷德曾说过一句话：我一生都坚信，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减轻人类的痛苦。他去世后并没有选择家族墓地，而是葬在儿童医院附近。在天国，他每天都应该听到孩子们治愈的笑声。豪宅的故事讲完了，网友的问题似乎也有答案。内莫尔庄园房间里既有幸福的岁月，也有忧郁的日子。就过日子来说，主人与咱们普通人之间好像并没有想象那么天差地别。知道吧？